即便一个心地纯洁的人，一个不忘在夜间祈祷的人，也难免在乌头草盛开的月圆之夜变身为狼。大家好，欢迎回到白井怪谈，我是终于带来好故事的白井。月夜的狼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被认为是吸血鬼的天敌，然而历史上真正的狼人到底起源自何方，又与吸血鬼有何关联呢？两者虽然同为中世纪暗黑神秘元素的代表存在，也都在中世纪的民间掀起了不小的恐慌，但狼人却没有吸血鬼那般惨白的皮肤，平时也与常人无异，但一到月圆之夜就会变身为凶残的狼人，失去理性，成为只知道杀戮的机器。他们不惧怕阳光，只惧怕银弹。不过与吸血鬼不同的是，狼人的起源却可以十分确切地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成书于公元前2100年苏美尔乌尔王朝的吉尔加美什史诗中记载了第一个狼人的故事。生育与战争的女神伊什塔尔爱上了苏美尔的英雄王吉尔加美什，可吉尔加美什却拒绝了女神的求爱，因为他知道女神曾经是怎么对待旧爱的。以前有一位普通的年轻牧羊人爱上过伊什塔尔，他每日都会将丰厚的祭品送到山上的神殿中供奉女神，并向女神倾诉衷肠。女神起初带着些许玩弄的鼓励着老实的牧羊人，从没有拒绝他的求爱，也从不回应他。就这样，有一天女神厌倦了牧羊人，可牧羊人依旧不肯放弃，这惹恼了伊什塔尔，于是一怒之下将这个每日对他倾诉衷肠的老实人变成了一只狼。试图回到自己家的牧羊人最终被自己饲养的牧羊犬当成进犯的狼撕成了碎片。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让吉尔加美什对伊什塔尔的爱自然是避而不及。这个故事应该是有记载的文献中提到人变成狼这件事儿最古老的技术了。而在那1000年以后的希腊神话中，一个著名的狼人故事又再次出现。根据传说，佩拉斯古斯的儿子吕卡翁在希腊主神宙斯来家中做客时，为了测试神的力量，用男孩的尸体做成了大餐招待宙斯。作为神的宙斯自然一下就识破了食物的真相与吕卡翁的意图，盛怒之下，宙斯把吕卡翁和他的儿子们变成了狼。希腊神话版的狼人也是借由神的力量将人变成了狼。与吉尔加美什史诗略有不同的是，在这个故事中，人是因为做了恶事而被神惩罚变成了狼，所以这个故事也被认为是现代狼人故事的起点。因为吕卡翁变狼是因为他之前的不道德行为，这与现代的狼人一致。那么抛开神话，在历史上能不能找到对狼人记载的蛛丝马迹呢？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在自己的书中对一个来自迦太基人的部落有一段有意思的描写。据说迦太基的部落牛里是一个擅长魔法的游牧民族，部落中的人每年都会有几天变成狼。经过后世考古学家的分析呢，牛里部落应该是生活在今天的波兰或白俄罗斯境内的纳雷夫河畔。寒冷的自然环境让这些游牧民族将厚实的狼皮披在身上取暖，似乎并不奇怪。被偶然经过的人看到以后，以讹传讹成了狼人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在这个时候的狼人显然没有形成成熟的文化，更不至于引起恐慌。毕竟那之后崛起的罗马帝国就十分崇拜狼图腾。在罗马神话中，英雄埃涅俄斯的子孙公主西尔维亚与战神阿瑞斯的双胞胎，正是在母狼的哺育下成长为了后来罗马城的建立者。所以对于罗马帝国来说，狼图腾是具有神圣性的。不仅如此，罗马帝国的邻居日耳曼人的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崇拜狼图腾的氏族，所以至少在那个时期，狼与邪恶还没有形成联系，相反还被人崇拜。不过也正是古老的日耳曼狼图腾崇拜，在后世的逐渐发展中慢慢演变为了今天大名鼎鼎的狼人。早期日耳曼部落的宗教信仰属于泛萨满教类型，而所谓的狼人现象则正好可以与萨满教文化产生连结。萨满巫师和巫医就被认为具有与自然协调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掌握变身为动物的魔法。凯尔特神话中的德鲁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而今天我们使用的狼人这个词就起源于低地日耳曼语，狼图腾崇拜下的萨满变形与狼人一词的演化。白井个人认为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既然狼曾经被人尊重，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演变成了疯狂而又嗜血的恐怖怪物的呢？这就要将视角放到日耳曼的好邻居东欧的亚美尼亚地区了。不同于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对狼图腾的崇拜，东欧对狼这种生物是恐惧远大于崇拜的。
部分学者认为这与当时东欧的气候与地理条件有关。考虑到东欧地区茂密的植被、深邃的森林以及地理上的人口隔绝等因素，人们需要面对更多可能来自野狼的威胁。成群结队的狼群不仅会危害到人类饲养的家畜，还会危及到当地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伴随着人类对伸手不见五指中深邃的森林的恐惧，狼与人的这种组合方式实在是让人恐惧不安。在一些亚美尼亚的传说中，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妇女就会被惩罚，披上狼皮，并以狼的样子生活7年。如果受到惩罚的女人可以抵住狼皮的影响，克制住嗜血的欲望，那么她就会被宽恕，重新回到部落中来。不过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强大的意志，在传说中就有着一位最终没能顶住嗜血欲望，残忍吃掉自己的孩子并发疯的女狼人传说。最终她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就此堕落。相传她会在夜晚徘徊于乡间小道，伺机攻击那些路过的旅人。但当清晨的朝阳升起时，她就会恢复人形。这个故事也存在着许多的版本，有些版本中甚至直接说女人是为了报复而主动接受狼人诅咒，成为狼人攻击人类的。不过这个故事也正是民俗文化开始转变的一个好证据，狼与人的结合成为了极大的威胁与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关于狼人和吸血鬼的恐怖传说在东欧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传播，并最终通过基督教的大扩张传回了西欧与中欧的日耳曼与昂萨文化圈。同时狼人也自此跟着基督教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影子。可怕的狼人与黑魔法和女巫被联系在了一起，伴随着黑暗中世纪的猎巫行动愈演愈烈。1589年，德国连环杀人犯彼得·斯图姆被指控犯有狼人、巫术和自相残杀罪，他便是狼人史上的里程碑——贝德堡狼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也最著名的狼人审判之一。斯图普奇人曾是德国贝德堡地区一位育有2子的富农，生活富足的他与村民们也保持着相对不错的关系。可1564年的某一天开始，这个小镇的平静被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事件打破了。起初是一些牲畜莫名失踪，后来警局也慢慢的开始收到孩子与妇女的失踪报案。一名镇上的女孩报案称自己被类似狼的生物攻击后，险些被拖进远处的稻草堆，直到受到惊吓的牛群踩伤了怪物后才幸免于难。自那以后，狼人就被镇上的警察与村民认定为了罪魁祸首。小镇开始组织青壮年们搜寻狼人下落。起初其实并没有人怀疑斯图姆，不过在一次遭遇战中，镇上的小镇青年自称将狼人的左爪砍了下来后，矛头便指向了可怜的斯图姆。因为斯图姆的左手也不知为何受了很严重的伤，于是镇里的警察和村民马上将斯图姆逮捕归案，即便斯图姆自己的小儿子也正是死于残忍的狼人之手。当天晚上，镇上的法院里便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刑讯逼供，最终受不了酷刑折磨的斯图姆承认了罪行。他告诉法官，自己从12岁开始就刻苦练习黑魔法，后来成功召唤出恶魔后，得到了一条神奇的魔法腰带，这使他能够变形为孔武有力的狼人。杀完人后取下腰带就能让他变回人形，然而那条所谓的魔法腰带却压根儿也没找到。这位狼人斯图姆因被指控杀害14名儿童、2名孕妇而被判处了极刑。不仅如此，镇民们也没有放过他的家人。斯图姆的女儿被指控与狼人父亲发生关系，而妻子则被指控是恶魔判给他的吸血鬼性伙伴。这也是有记录的一起吸血鬼与狼人的绑定记录。人们将他绑在巨大的车轮上，用烤得通红的钳子一块一块的肢解着斯图姆的肉体。在一番折磨过后，为了防止这位狼人复仇，人们还将他的四肢与头颅砍下，将尸体扔进熊熊燃烧的稻草上彻底焚毁。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被剥皮后与斯图姆一同扔进烈火中焚烧成了灰烬。事后，地方当局为了警告人们不要效仿斯图姆练习黑魔法，还将他那颗被炙烤过后的头颅插在了刻画着狼图腾的车轮子杆上。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因为镇上那名男子声称他砍掉了狼人的左爪。16世纪到17世纪，类似的事情在欧洲多个国家不断的上演，大量可能被诬陷的无辜者成为了狼人灭杀行动中可怜的受害者。而上面提到的这种所谓通过修炼黑魔法获得狼人力量的人呢，被称为自愿狼人。与这种狼人不同，还有一种则是被动的天生狼人。例如欧洲的某些地方，在新月期间出生或患有癫痫症的人就会被认为是狼人而被处死。这些特殊时期出生的孩子和残疾人就是所谓的天生狼人了。
而这也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满月为什么与狼人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满月本身就在各地的文化中被认为与魔法或超自然事件有联系，而狼群在满月下对空嚎叫的景象，自然会让并不理解狼群习性的人们认为野狼是在对着满月吸收魔法的力量，准备危害人间。所以满月强大的魔法力量必然也会让狼人的力量变得更强，更具破坏力，而这也就逐渐让满月与狼人联系在了一起。面对满月下的强大狼人，猎人们只有拿出手中上了银子弹的猎枪，才能让心中的恐惧逐渐安定。如果说吸血鬼是因为大疾病的流行下，人们发现银子能有效抑制病原体，才逐渐演变出吸血鬼惧怕银弹的说法的话，那到底为什么银弹也能对狼人造成有效伤害呢？第一次出现狼人惧怕银弹的说法，实际上是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中出现的。不过，第一次将银与狼人联系起来的事件则要追溯到1764年给法国带来恐慌的一场类狼人事件——热沃当野兽事件中。事件发生于今天法国的罗泽尔省，事件的起因与贝德堡狼人事件大致类似。人们目击到了一种可怕的类狼生物在乡间和丛林中伏击人类与家畜，受害者们被热沃当野兽割喉后残忍地杀死。根据后世的统计，这起野兽袭击事件共造成了至少100人以上遇害，而财产损失则更是不计其数。很快，当地人对热沃当野兽的恐惧就引起了集体歇斯底里症的爆发，各种恐怖传言疯狂扩散。很快，这只令人闻风丧胆的野兽就惊动了当时的法国国王。国王开出高价悬赏可以抓住野兽的猎人，甚至还派出了大名鼎鼎的克莱蒙王子龙骑兵团前往当地捉拿野兽，安抚人心。可猎狼人与龙骑士团的到来并没有成功终结恐怖野兽的杀戮，他们虽然几度成功找到了它，上尉杜阿梅尔甚至成功击中过狂怒的野兽，可野兽似乎对子弹免疫，被击中后毫发无伤地逃进了丛林。就这样，在杀戮又持续肆虐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名叫做让·查斯特尔的不知名猎人在当地贵族组织的狩猎中，于木屑山上击毙了恐怖的热沃当野兽。根据当地的记录，查斯特尔在虔诚的祷告后，用圣母玛利亚银像制成的子弹击杀了这只血债累累的野兽。经过兽医的解剖呢，也确实在他的体内找到了不同受害者的衣物以及尸体残骸。人们为了纪念伟大且虔诚的基督徒猎手让·查斯特尔，还在当地为他建立铜像，歌颂他的丰功伟绩。不过，时间来到2001年后，法国博物学家米歇尔·路易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认为这只可怕的热沃当野兽实际上就是查斯特尔自己饲养的混血獒犬。记录中提到他身上颜色相间的皮毛，很可能是查斯特尔给他穿了一件猪皮防弹衣。而这一切只是查斯特尔为了自己可以扬名立万。至于真相嘛，至今已无从得知。不过银弹传统确实就起源自这位基督徒猎手自制的圣母玛利亚银像子弹了。至于狼人与吸血鬼在后世中被传成了一对冤家兄弟呢，这就要归功于后世那些经典的文学创作了。在最初的小说设定中，狼人与吸血鬼并不是天敌。小说《德古拉》中，德古拉甚至可以变身成狼，还可以控制狼群。也就是说，至少在德古拉时期，狼人更多是作为吸血鬼的仆从或左右手出现的。可同是中世纪声名鹊起的经典怪物元素，怎么能不产生更多的联动呢？如果让他们成为天敌，互相竞争，一定能让观众们大饱眼福。于是，这么想着的创作者们便开始了他们的工作。1943年的电影《吸血鬼归来》是这方面的初代尝试者，而真正将吸血鬼与狼人的对立，甚至塑造成生存位上的竞争者的，则是千禧年以后大火的电影《范海辛与黑夜传说》，当然还有著名的《暮光之城》系列。到了今天，狼人与吸血鬼的爱恨情仇已经在各种网文与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那么，在猎巫行动以后，还发生过什么小说以外的真实狼人事件吗？1983年的英国比尔拉姆西狼人事件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不过白井在早期的视频中已经有过介绍了。碍于时间原因，在这边就不深入讲述了。有兴趣的老爷呢，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观看。白井通过2期视频，简单给各位老爷介绍了欧洲中世纪猎巫行动中的暗黑神秘学元素明星吸血鬼与狼人。下期视频将会带来这场黑暗中世纪行动中的主角女巫的故事。如果你喜欢白井的视频，就请点个关注和3连，要知道你的支持就是白井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咱们周6不见不散。